大家好，这里是澳洲来信。有人说西门庆不是梁山好汉，但如果非要给他排进《水浒传》的108将，那他应该叫地炮星。这当然不是原著里的说法，《水浒传》里没有地炮星，这是后人开的一个黄腔玩笑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《水浒传》里108将分为天罡36星，地煞72星，宋江是天魁星，卢俊义是天罡星，吴用是天机星，武松是天伤星，李逵是天杀星，石阡是地贼星。这些星号听起来很江湖，很宿命，很英雄。但西门庆不是英雄，他在大众印象里最突出的标签是什么？不是忠义，不是豪侠，不是武功，不是智谋，而是好色、纵欲、贪婪、会玩、会钻营。所以网友给他编一个地炮星，就是借《水浒传》地煞星的格式调侃他的下三路人生。这个玩笑粗俗，但他抓住了西门庆在人们心里的一个核心印象，他不是梁山式的英雄人物，而是欲望社会里的风流恶霸。可是如果我们只把西门庆看成一个色鬼，一个坏人，一个被武松收拾掉的反面角色，那其实就把这个人物看浅了。西门庆很坏，但西门庆也很成功。当然，这里的成功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成功，不是说他值得学习，也不是说他的行为可以被肯定，而是说如果从世俗社会的角度看，从金钱、关系、地位、资源整合、行动力这些维度看，西门庆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。他不是只靠祖产吃饭的纨绔子弟，他会做生意，会开铺子，会放债，会结交官府，会打点关系，会把钱转化成身份，再把身份转化成更大的保护伞。他非常懂一个道理，钱本身不是终点，钱要流动起来，钱要变成关系，变成名分，变成门路，变成女人，变成酒局，变成官场上的座位，变成别人对你的忌惮。西门庆不是孤立的富人，他是一个地方社会里的资源中心。他身边有帮闲，有小厮，有媒婆，有医生，有尼姑和尚，有小吏，有官府通道，有妓院、娱乐网络，有商铺伙计，有衙人经济，这就很关键。西门庆看起来是一个人，其实他背后是一整个生态系统。他是欲望和资本的中心，那些中介是管道、钱、色、权、消息、人情、风险、机会都通过这些管道流动。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要聊的不是西门庆有多荒唐，而是西门庆为什么离不开中介。最典型的中介当然是王婆。王婆这个人物太精彩了，如果你只把她看成一个坏老太婆，那就太简单了。她当然坏，她贪钱、阴毒、擅长诱导，也参与了非常严重的恶事。但从社会功能上讲，王婆是一个极其成熟的中介。她不是简单的说你俩认识一下吧，她做的是一整套流程。第一步，她识别需求，她看出西门庆有色心，也看出潘金莲心里并不安分，这就是中介的第一能力，看懂谁想要什么。很多事情为什么需要中介？因为需求不能公开说。西门庆不能站在大街上说我想勾搭潘金莲，潘金莲也不能公开说我对这个有钱男人动心了。双方都有欲望，但欲望不能直接表达。这时候中介出现了。第二步，王婆制造场景，她不让两个人直接私会，直接私会太危险，她用喝茶、裁衣、帮忙这些日常理由，把风险包装成正常社交。这就是中介的第二能力，把不能公开发生的事包装成可以发生的事。第三步，王婆提供心理推动。男女之间不是一开始就直接越界的，需要试探，需要台阶，需要有人在旁边煽风点火，需要有人说没事的，可以的，我给你安排。这就是中介的第三能力，推动犹豫的人往前走。第四步，王婆参与风险处理。一旦事情发生，就不只是介绍认识了，后面还有遮掩、圆谎、传话、安排见面、应付武大郎、处理街坊眼光。所以王婆不是媒婆这么简单，她更像是情欲交易的项目经理，是灰色关系的操盘手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王婆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她掌握了4样东西：信息差、信任背书、场景搭建、风险转移。这4样东西直到今天仍然是所有中介行业的核心。
房地产中介靠什么？不是只靠一套房源，而是知道房源真假，知道业主底价，知道买家预算，知道贷款风险，知道合同怎么签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压价，什么时候该出手。婚恋中介靠什么？不是只靠给你几个微信号，而是知道对方资料真假，知道双方条件是否匹配，知道怎么见面，怎么沟通，怎么筛掉骗子，怎么降低尴尬和风险。猎头靠什么？不是只靠一份简历，而是知道公司真正想要什么，候选人真正想换什么，薪资空间在哪里，谁有决策权，什么时候该谈钱。项目中介靠什么？不是只靠一句我认识人，而是知道谁是真买家，谁是真卖家，谁有资金，谁能拍板，谁只是吹牛，谁会跳单，谁会坏事。所以王婆这个人物虽然很阴暗，但她的中介逻辑非常现代。她不生产资源，她也不是权力中心，但她站在通道上，站在通道上的人有时候比拥有资源的人更关键。再看西门庆身边的第二类中介，帮闲请客。最典型的是应伯爵、谢希大这一类人。这些人今天看起来有点像饭局宰客，圈层润滑剂、社交陪跑、消费顾问。他们不一定有正经职业，也不一定有硬实力，但他们非常懂场面。谁适合坐在一起，谁该先敬酒，谁需要被捧，谁能带来热闹，谁能介绍新朋友，哪里有好玩的，哪里有女人，哪里可以消费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他们知道。西门庆有钱，但有钱人也需要场子。一个富人如果没有人陪他玩，没有人捧他，没有人替他组织饭局，没有人替他接入娱乐网络，那他的财富就少了一半展示空间。应伯爵这类人就是帮西门庆把钱变成热闹，把热闹变成面子，把面子变成圈子。他们看起来是在占西门庆便宜，吃他的，喝他的，拿他的好处，但反过来他们也为西门庆提供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。这也是《金瓶梅》非常现实的地方。很多有钱人身边总有一群朋友，这些朋友不一定是真朋友，他们的功能是让有钱人觉得自己被围绕，被需要，被赞美，被抬举。他们是社交中介，他们帮你维持一个热闹的世界。但问题也在这里，西门庆以为自己驱使这些人，实际上这些人也在消耗西门庆。大家都围着他转，但大家也都在从他身上拿东西。王婆拿钱，应伯爵拿吃喝好处，小丽拿打点，仆人拿赏赐，医生、尼姑、妓女、保姆各有各的算盘。西门庆是中心，也是猎物。这就是中介网络最有意思的一点。你以为你在使用网络，网络也在使用你。你以为资源围着你转，其实所有管道都在向你收费。第三类是官府小吏和权力中介，这一类比王婆更现实，也更重要。西门庆想从普通富商升级成有身份、有保护伞的人，就不能只在市场里混，他必须进入权力系统。但权力系统不是你有钱就能直接进去的，你不可能直接跑到高官面前说，我想买个身份，我想求个保护，我想打点一下。中间一定要有人，门子、书办、小吏、差役、管家、亲随，权贵门下人。这些人就是权力中介，他们的价值在于他们知道门怎么开，他们知道话怎么递，他们知道礼怎么送，他们知道谁能办事儿，谁只是摆架子，他们知道一个案子怎么拖，怎么压，怎么赚，怎么销，他们知道一个商人怎样被包装成体面人物。正式权力可能在官员手里，但实际办事经常掌握在这些中间人手里。这种现象古代有，现代也有。一个社会如果政治制度透明、公平、可预期，那么中介空间就会缩小。你办事儿按流程走，材料齐了就办，价格公开，规则明确，中介就没那么重要。但如果制度不透明，流程不稳定，熟人关系很重要，谁说话，谁递条子，谁认识谁，可以改变结果，那么中介空间就会膨胀。所以《金瓶梅》里的中介网络不只是人性问题，也是制度问题。为什么王婆重要？因为男女关系不能公开表达。为什么小吏重要？因为官府流程不透明。为什么帮闲重要？因为有钱人需要圈层和面子。为什么衙人重要？因为市场信息不公开。为什么仆人重要？
因为内宅封闭，消息需要人转，中介的存在本质上是因为直接连接太困难。人和人之间隔着身份，商人和官府之间隔着权力，男人和女人之间隔着礼法，买家和卖家之间隔着信息，主人和外部世界之间隔着面子和风险。中介就是在这些缝隙里赚钱的人。第4类是商业中介、衙人和经纪。西门庆不是只会寻欢作乐，他还有生意。做生意就离不开买卖、借贷、货物。店铺、掌柜、伙计、账目、客户。传统社会里有一种人叫衙人，衙人就是经纪人，撮合买卖的人。房屋买卖、土地交易、牲口买卖、人口买卖、货物买卖、债务关系，都可能需要衙人。他们知道行情，知道谁要买，谁要卖，知道价格虚实，知道谁急谁不急，知道谁讲信用，谁喜欢赖账，知道这个交易该怎么谈，怎么见证，怎么担保。你看，这和今天也很像，信息越不透明，中介越值钱；交易金额越大，中介越值钱；双方越不信任，中介越值钱；风险越高，中介越值钱。所以不要小看衙人、经纪、掌柜、伙计这些角色，他们未必有王婆那么戏剧化，但他们构成的是西门庆财富流动的基础设施。西门庆能把钱运转起来，靠的不只是他自己的精明，还靠一批替他经手、传递、执行、判断的人。第5类是内宅仆人，这一类尤其容易被忽略。戴安、来宝、春梅，还有各种丫鬟、仆妇、小厮，在《金瓶梅》里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大户人家的内宅不是透明空间，正妻、小妾、丫鬟、仆人，外来的医生、尼姑、媒婆、帮闲，各种人物在里面流动。谁得宠，谁失宠，谁怀孕，谁生病，谁和谁不和，谁偷偷传话，谁晚上去了哪里，谁拿了谁的东西，谁在背后说了什么。这些消息主人不可能全知道，女人之间也不可能直接摊牌，很多事情都靠丫鬟、小厮、仆妇来传。所以仆人不只是劳动者，他们也是信息中介和知行中介。戴安这类小厮相当于西门庆的移动通信系统，他跑腿、传话、打听、陪同、安排，处理主人不方便亲自处理的事情。春梅这类丫鬟则是内宅权力斗争中的信息节点，她知道潘金莲也接触西门庆，也观察其他妻妾，她本身既是被支配者，也可能成为局势的推动者。大户人家的权力不只是主人对仆人的单向控制，仆人也通过掌握秘密、传递消息、靠近主人，获得自己的小权利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古典小说里，丫鬟、小厮、老妈子非常重要。他们没有正式身份，但他们在日常生活里掌握通道，通道就是权力。第6类是医生、尼姑、和尚、道士、相士这些人。这一类看起来和中介关系不大，但其实非常关键。医生连接的是身体和秘密，尼姑、和尚、道士连接的是焦虑和解释，相士连接的是命运和决策。西门庆这样的家庭有大量身体问题、欲望问题、生育问题、疾病问题、心理不安问题，这些东西不能完全公开讲。女人病了，男人病了，房事过度，怀孕生产，调理身体，求子求福，做法事，消灾解厄，这些都需要外部专业人士进入家庭。医生一进门不只是看病，他会知道这个家庭的秘密。尼姑、和尚、道士一进门也不只是念经，他们会接触妇女圈、内宅圈、富人圈，他们可以传消息，可以安慰人，可以收钱，可以制造某种精神解释，也可以被利用来遮掩现实矛盾。所以这一类人是身体中介、秘密中介、精神中介，他们连接的不是简单商品，而是人的恐惧、疾病、焦虑和欲望。这类中介在今天也很多，有人卖健康焦虑，有人卖情感焦虑，有人卖命运焦虑，有人卖教育焦虑，有人卖移民焦虑，有人卖财富焦虑。只要人有不安，就有人把这种不安变成生意。第7类是娱乐消费中介、妓院保姆、妓女、月工、陪酒的人、帮闲的人，共同构成一个消费网络。西门庆的生活离不开娱乐，有钱人需要消费，但消费也需要组织。谁来安排场子，谁来介绍姑娘，谁来定价，谁来陪酒，谁来唱曲，谁来调节器，
分，谁来处理纠纷，谁来维护长期关系，这些都是中介功能。妓院保姆本质上就是欲望消费的经纪人，妓女有时候不只是被消费对象，她们也可能传递消息，连接客人，维护关系，形成自己的社交网络。所以《金瓶梅》里的情色不只是情色，它背后是一整套城市消费经济。西门庆消费女人，消费酒局，消费面子，消费热闹，但这些消费的背后都有人在组织、撮合、收费。如果我们把这些中介全部归纳一下，《金瓶梅》里的中介大概可以分成8大类。第一类，情欲媒婆型，代表人物是王婆、薛嫂、文嫂这些人，他们撮合男女，递话，制造机会，遮掩风险。第二类，帮闲卿客型，代表人物是应伯爵、谢希大、常志杰这些人，他们组织饭局，连接娱乐，维持圈子，提供情绪价值。第三类，官府小吏型，包括书办、门子、差役、衙门熟人，他们负责打点官府，传递权力，处理流程。第四类，权贵门路型，包括管家、亲随、权贵、门下人，他们帮助地方富商接近更高层权力。第五类，商业衙人型，包括衙人、经济、掌柜、伙计，他们撮合买卖，判断行情，完成交易。第六类，家奴仆人型，代表人物是戴安、来宝、春梅这些人，他们跑腿、传话、执行，掌握内部消息。第七类，医疗宗教型，包括医生、尼姑、和尚、道士、相士，他们处理身体、秘密、焦虑、命运和精神需求。第八类，娱乐消费型，包括保姆、妓女、乐工、陪酒者，他们组织欲望消费和社交娱乐场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，王婆管色，应伯爵管局，小吏管权，衙人管钱，仆人管消息，医生、尼姑管身体和秘密。这几套系统合起来，就是西门庆真正的社会网络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就可以回到今天最现实的问题：为什么西门庆用中介，和现代很多人用中介感觉完全不一样？同样是找对象，西门庆是驱使中介，但今天很多大龄未婚者，或者说很多焦虑中的普通人掏了中介费，反而容易被中介忽悠，这个对比很扎心。西门庆找王婆是强势买方找中介，他有钱、有地位、有目标、有行动力，他很清楚自己要什么，也大概知道王婆这种人能干什么。他不是把命运交给王婆，他是把王婆当工具。但现代很多人找婚恋中介，情况相反，他们可能年龄焦虑，可能父母催婚，可能社交圈很窄，可能长期相亲失败，可能对自己的条件没信心，可能择偶标准和市场位置不匹配，可能只是太孤独了，太想抓住一点希望。这个时候，中介卖给他的就不只是介绍对象，而是希望我们这里有优质资源，你条件其实很好，只是没遇到合适的人，交了钱我们帮你精准匹配，再不行动就晚了，我们有内部会员，你值得更好的。这些话听起来很温暖，但很多时候温暖就是销售流程的一部分。西门庆买的是通道，现在很多人买的是安慰剂。西门庆的问题是欲望过剩，他想要更多，他想占有，想扩张，想玩，想拿下。很多现代人的问题是选择不足，他们怕自己没有机会，他们怕被剩下，他们怕再拖就来不及。这两者的权力关系完全不同。强势客户用中介是放大优势，弱势客户用中介常常是放大焦虑。这句话很残酷，但很现实。一个人条件不错，目标明确，预算清楚，情绪稳定，只是缺少渠道，那中介可以有用，比如工作太忙，圈子太窄，没有机会认识新人。这时候中介提供一些筛选后的资源，确实可能提高效率。但如果一个人真正缺的不是认识人，而是形象管理、沟通能力、现实定位、情绪稳定、择偶策略，甚至是对亲密关系的基本理解，那么中介就很难解决根本问题。这就像一个人不会开车，却买了更贵的导航；一个人产品本身竞争力不够，却拼命找销售渠道；一个人简历很弱，却只买猎头服务。中介能扩大接触面，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市场价值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简单说大龄未婚者就是条件不好，这太粗暴。有些人条件不错，只是圈子窄，
有些人人生节奏错过了，有些人不愿将就，有些人家庭负担重，有些人性格慢热，有些人只是没有被合适的人看到。真正容易被中介收割的不是大龄本身，而是大龄之后产生的急迫感。人一急，就容易把概率很低的事情想象成花钱就能解决的事情。这也是很多中介行业的共同逻辑。婚恋中介卖婚姻希望，留学中介卖名校希望，移民中介卖身份希望，培训中介卖逆袭希望，理财中介卖发财希望，健康中介卖长寿希望，情感中介卖复合希望。人越焦虑，越容易相信只要交钱就能改变命运。所以判断一个中介是否有价值，关键不是听他说的多好，而是要问他到底解决的是我的真实问题，还是只是在缓解我的焦虑。那怎样才能做一个好的挣钱的中介？这里面有2个版本。一个版本是坏的中介，靠忽悠，靠话术，靠制造焦虑，靠信息不透明，靠收割弱势客户。这种人短期可能赚到钱，但走不远。另一个版本是好的中介，它不是简单倒卖信息，而是成为交易中的信任节点、效率节点、风险过滤节点。好的中介真正卖的不是信息差，而是确定性。客户愿意给你钱，不是因为你有一个电话号码，而是因为你能减少他的麻烦，降低他的风险，提高他办成事的概率。比如买房，客户真正怕的不是没有房源，而是房源真假、产权问题、价格虚高、贷款失败、合同陷阱、业主反悔、交割不顺利。你如果只是说我有房源，价值很低。你如果能说这个房子我核过产权，看过成交价，知道业主底价，知道贷款怎么做，合同风险在哪里，我能帮你谈价和过户，你的价值就高了。再比如婚恋，客户真正怕的不是没有人见，而是资料真假、婚史隐瞒、杀猪盘、骗钱骗感情、条件不匹配、见面尴尬，失败后不知道怎么调整。你如果只是给几个微信号，那是低端中介。你如果能筛选真实性，判断匹配度，指导沟通，降低风险，那才有价值。所以好中介的本质是把混乱的市场变得可判断，把陌生的双方变得可接触，把不确定的交易变得可推进。这就是为什么真正赚钱的中介一般出现在几个领域：需求强，信息不透明，交易金额大，风险高，信任成本高，双方直接连接困难，房产、婚恋、招聘、留学、移民、企业服务、不良资产、项目撮合、跨境服务、法律财税资源对接。这些地方都有中介空间，但越高价值越要合规，尤其是法律、金融、移民、投资这些领域，不能乱承诺，不能冒充持牌专业人士，不能把自己变成风险背锅人。一个好的中介必须有2边资源，一边是需求方，谁要买，谁要卖，谁要找对象，谁要办事儿，谁要解决问题；另一边是供给方，谁能卖，谁能办，谁能服务，谁有资质，谁能交付，谁靠谱。谁不靠谱，只掌握一边，不稳定。只有客户，没有靠谱资源，你就容易乱推。只有资源，没有客户，你也赚不到钱。2边都有，而且2边都信你，你才值钱。所以中介前期最重要的不是成交，而是建库。客户有什么需求，预算多少，时间节点是什么，真实意愿强不强，过去为什么没成交，有什么顾虑，哪些条件可以调整，哪些条件不能调整，资源方有什么能力，价格区间是多少，成功案例是什么， C 失败风险在哪里，有没有资质，口碑怎么样，脾气怎么样，适合哪一类客户。你掌握的越细，你越有价值。这就回到王婆身上，王婆为什么能做成事？因为她知道2边的心思，她知道西门庆想什么，也知道潘金莲想什么，她知道武大郎的软肋，也知道街坊社会的边界。她掌握的不是一个联系方式，她掌握的是局势。现代中介也是一样，真正厉害的人脑子里都有一张活地图。但好，中介还不能只是传话筒。低级中介只会说，这边有客户，你们聊吧，那边有房源，你去看看吧，这个人不错，你们加个微信，这个项目不错，你们自己谈。这种中介最容易被跳单，因为它没有不可替代性。高级中介不是传话筒，而是交易设计师。他会判断
客户真正需求是什么？对方为什么愿意成交？双方最大分歧在哪里？先谈价格，还是先谈信任？谁先让步？用什么方式降低风险？钱什么时候付？合同怎么写？失败后怎么退出？怎么防止一方跳单？比如一个二手设备交易，卖家要20万，买家只愿意15万，低级中介就两边传话，卖家说不行，买家说太贵，最后谈崩。高级中介会拆问题，买家为什么只出15万？是担心质量，还是担心售后，还是担心运输，还是资金紧张？卖家为什么坚持20万？是不急卖，还是觉得设备还有价值？还是有别的买家？能不能先验机？能不能定金加尾款？能不能卖家承担运输？能不能价格降一点，但增加质保？能不能分期？能不能换一种交易结构？这时候中介的价值就出来了，它不是转发消息，它是在设计成交路径。好的中介还要会筛选客户，很多中介赚不到钱，不是因为客户太少，而是什么客户都接。有些客户只问不买，有些客户没有预算，有些客户要求离谱，有些客户想白嫖信息，有些客户一拿到联系方式就绕过你，有些客户本身不诚信，有些客户只是来发泄情绪，有些客户失败以后一定怪你。所以中介要敢于问问题，你是不是真的准备成交？预算是多少？时间节点是什么？你之前找过谁？为什么没成？你最不能接受什么？你是否愿意为靠谱服务付费？你是否能接受现实条件下的匹配结果？一个值得服务的客户通常有3个特点：需求真实，预算明确，预期可以调整。如果一个客户没有预算，又要求极高，还希望你保证成功，那就要谨慎。因为中介最怕的不是没单，而是接了烂单。烂单会消耗你的时间，消耗你的信用，消耗你的情绪，最后还可能让你背锅。收费模式也非常重要。中介最怕什么？最怕忙半天，双方私下成交，把你踢开。所以收费一定要设计好。可以有小额前置咨询费，用来筛掉白嫖客户，也可以有成功佣金，成交后按比例收，也可以阶段收费。建档评估收一笔，匹配资源收一笔，进入谈判收一笔，成交后再收尾款。也可以做会员制、顾问制，适合长期资源对接。比较现实的模式是小额前置费加成功佣金加反跳单约定，前置费不要太高，主要是筛选诚意，真正收入来自成交佣金，但服务协议要写清楚，你介绍的资源有效期多长，佣金比例是多少，付款节点是什么，不能私下绕单。当然协议不是万能的，真正防跳单还要靠你的不可替代性，你不能太早交出全部信息，你要参与筛选、谈判、风控、资料整理、方案设计，让双方发现绕过你反而更麻烦。同时你要有长期资源池，客户如果为了省一笔佣金绕过你，也就失去了后续资源，这样它的成本就高了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好，中介必须有边界，不能承诺控制不了的结果，不能说保证结婚，不能说保证移民成功，不能说保证赚钱，不能说保证录取，不能说保证拿身份，不能说保证贷款通过，不能说保证项目落地。你可以承诺流程质量，承诺真实筛选，承诺风险提示，承诺认真服务，但不能承诺外部结果。很多坏中介就是靠保证成交，客户焦虑，中介拍胸脯，客户想听什么，中介就说什么，最后事情办不成，就说政策变了，缘分没到，对方反悔，你条件不够，还要继续升级套餐。这种钱能赚一阵，但信用会崩。真正能长期赚钱的中介，要让别人形成一个印象，找他可能不是最便宜的，但他不乱来，他不乱承诺，他敢说实话，他说不行的时候最好听一听，这才是中介的护城河。说到这里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西门庆。西门庆是一个很会使用中介的人，他用王婆打开情欲通道，用应伯爵谢希大打开社交通道，用小吏门子权贵管家打开权力通道，用牙人经济掌柜打开商业通道，用戴安来保春梅打开内宅和知行通道，用医生尼姑和尚道士处理身体秘密和焦虑。他把自己
放在资源中心，让各种中介围着他转，这就是他的成功。但他的失败也在这里，因为他没有边界，他把所有东西都工具化。女人是工具，朋友是工具，仆人是工具，官府是工具，婚姻是工具，身体也是工具。他不断扩张欲望，不断用钱买通道，不断用通道满足欲望，再用更大的欲望制造更多风险，最后只能继续找更多中介来遮掩和处理。这是一种危险的循环。欲望需要中介，中介放大欲望，放大的欲望制造风险，风险又需要更多中介，最后整个人被这个网络吞掉。所以西门庆看起来很风光，有钱，有女人，有关系，有身份，有酒局，有朋友，有奴仆，有官府门路，但他真正拥有的东西并不稳定。他的家庭不稳定，亲密关系不稳定，身体不稳定，道德结构不稳定，权力保护也不稳定。他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，但不是人生意义上的成功者。他赢过，但他的赢是一种带毒的赢。《金瓶梅》最深刻的地方，就是他不把社会写成简单的善恶对决。如果只是好人打坏人，忠义战奸邪，那是《水浒传》的一种读法。但《金瓶梅》写的是日常社会里的灰色运转，他写的不是英雄事件，而是熟人社会。不是战场，而是饭局；不是刀枪，而是银子；不是忠义，而是欲望；不是公开制度，而是中间通道。所以，《金瓶梅》里最值得注意的，反而不是谁武功高，谁嗓门大，谁讲义气，而是谁能地化，谁能牵线，谁能进内宅，谁能见官府，谁能组织场子，谁能把别人不方便做的事做成。这就是中介社会。一个社会越不透明，中介越重要；一个人越焦虑，中介越能收费；一个资源越稀缺，中介越有权利；一个流程越复杂，中介越容易变成通道；一个人越无法直接抵达目标，就越需要中介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真正厉害的人不一定站在台前，他可能站在旁边，他可能只是在饭局上递一句话，可能只是把两个人约到一个地方，可能只是告诉你谁能办事，可能只是提醒你这件事不能这么做，可能只是把一个复杂流程拆成几个节点，但他站在通道上，站在通道上就有价值。最后我们回到现实，今天我们很多人其实都在和中介打交道，买房租房要中介，找工作跳槽要猎头，孩子留学要顾问，办签证移民要代理，做自媒体要剪辑运营广告撮合，做生意要渠道打官司，要律师，找对象有婚恋平台和红娘，甚至心理安慰、健康建议、人生规划，也有各种顾问。中介并不天然是坏的，好的中介能提高效率，降低风险，节省时间；坏的中介制造焦虑，放大幻觉，收割弱势客户。关键在于你是像西门庆那样有资源、有判断、有主动权的使用中介，还是在焦虑和无助中被中介牵着走。如果你是前者，中介是工具；如果你是后者，中介就是镰刀。所以我们面对任何中介都要问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他提供的是具体资源还是模糊希望？第二，他解决的是我的真实问题，还是只是在安慰我的焦虑？第三，他有没有透明的收费方式和服务边界？第四，他敢不敢告诉我这件事可能办不成？第五，他有没有能力筛选风险，而不是只会催我交钱？第六，离开他以后，我是否仍然能掌握基本判断？如果答案都不清楚，那就要小心。王婆可怕，不只是因为他坏，更因为他懂人心。他知道西门庆想要什么，也知道潘金莲怕什么，还知道武大郎挡在哪里。他知道怎么把人的欲望推向交易。现代很多中介也是如此，他们知道你焦虑什么，怕什么，缺什么，幻想什么。他们未必能给你结果，但他们很会让你觉得不交钱就错过机会。所以越是焦虑的时候，越要慢一点；越是对方催你马上交钱，越要冷静；越是承诺完美结果，越要怀疑；越是包装的温情脉脉，越要看清背后的商业逻辑。西门庆为什么被叫成地炮星？这个玩笑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。西门庆为什么能成功？他靠的不只是钱，也不只是胆子，
而是他会使用一整套中介网络。王婆管色，应伯爵管局，小吏管权，衙人管钱，仆人管消息，医生尼姑管身体和秘密。这些人把西门庆的欲望、金钱、权力和日常生活连接起来，没有他们，西门庆什么也不是。有了他们，西门庆成了地方社会里的资源中心。但也正是这些中介网络把他的欲望一步步放大，把他的风险一步步堆高，最后把他拖向败亡。这就是《金瓶梅》的现实感。他写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人，他写的是一个社会如何通过中介把人的欲望变成行动，把私心变成交易，把关系变成权力。而到了今天，这套逻辑仍然没有消失，只不过有的人在驱使中介，有的人在被中介驱使，有的人用中介放大优势，有的人被中介放大焦虑。这中间的差别，可能就是一个人有没有资源，有没有判断，有没有主动权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有点意思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分享、订阅澳洲来信。我们不只是读古典小说，也借古典小说看今天的社会，不只是看西门庆怎么荒唐，也看他为什么能成功，又为什么最后守不住成功。这里是澳洲来信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订阅。